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26日上午的11点16分，在这里呢为大家分析比特币的行情。那么由于是圣诞节的原因，所以周一美股不开盘啊，周二才开盘，所以呢我们直接看一下比特币目前的走势。那么美股的不开盘的这个动作呢，让比特币一直处在一个连续3天的横盘震荡过程当中。从4小时级别的均线系统来看，我们看到比特币一直受到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压制啊。注意看啊，我们看的是4小时级别。那么在这样的压制过程当中，我认为它的下跌趋势呢并没有发生改变。首先呢，在前面的结构当中，我们看到形成了4次位于16000点的等位置的波谷。根据我们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呢，容易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下跌，但是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之后，在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上涨动作啊。上涨动作呢，它也是对前面行情当中19000美金到15500这个位置的缺口进行了一个回补动作。回补到18300美金这个位置的时候，开始发生下跌。18300呢是在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压力位。我们看到这个位置遇阻之后出现回落到16000美金，并且在这个16000美金上再次形成了一个波谷。这样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通过合并可以看到出现了底部位置区域上的日线级别的4次等位置波谷，那么就再次符合了我们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就是4次等位置波谷出现之后，行情容易出现一个新低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新低还没有出现我们正在等待这个新低的出现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目前行情整体趋势根据这个走势来看，均线上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处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底部位置出现4次波谷，并且上方有压力位的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下跌还是主要的获利方向。同时呢，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把17000美金作为第一个做空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做空的位置呢，就要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调到日线，我们可以看到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目前在18000美金附近构成了它的一个压力。那么前面压力是一个18300，由于它是一个下跌趋势线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下跌趋势线，所以呢反弹的预期这里面的阻力位是不断下移的。那再往上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19000美金。这个19000美金呢，在6到11月份形成了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发生了跌落，同时呢19000美金也是目前在日线级别上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合并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当前比特币对于比特币来说，上方存在多重大山特别是日线级别19000美金几乎是目前行情的一个多空分水岭。所以呢在当前趋势下我们认为是一个下跌趋势。下跌趋势清楚了之后，分仓式进场每一个仓位呢都要考虑到上方压力位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可以在17000美金到185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上去布局空单那么在行情当中做到这几点就能够获利第一个呢是认清趋势，第二个呢是找到合理的位置，第三个呢是分仓进场，并且把每一个仓位呢都设置止损，这样呢你容易获得趋势上的获利。同时呢，在周线级别我们这几期节目反复讲周线级别上11月7日这一周呢，出现了一个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一个悟空阴线。
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对悟空阴线的一个干扰性动作，也叫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呢，影响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一个判断啊。在悟空 K 线出现之后，后面的行情就有可能出现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游。目标位啊，我给出来了10500美金啊，到达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获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目标位。昨天晚上，以太坊和比特币纷纷做出了一个下跌之后反弹的一个动作啊。然后我们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上我们主要看4小时级别，上方仍然存在压力位0.073注意看我们看的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段是这个交易段。上方是存在压力位的，所以呢，以太坊是不容易发生对比特币加速上涨的这个过程。那么在当前行情当中，周线级别上9月份已经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那在这个悟空阴线的指引下，后面的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干扰性 K 线。那么接下来的走势呢，就可能出现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出现平行于4到6月份的这轮下跌。也就是说，未来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段容易出现一个加速的下跌，一定会影响以太坊它的一个价格走势。那在以太坊本身的价格上来看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一直处在一个连续的震荡过程当中震荡幅度非常窄。我们看到目前来看以太坊以横带跌的通过了我们之前非常强调的一个位置，就是焦点位。我们认为焦点位相当于黑洞焦点位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焦点位是一个黑洞，容易把价格吸引下来，并且持续下跌，最终跌破1100美金但是最近几个交易日出现了一定的震荡以横带跌通过了这里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日线级别上，11月8日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11月9日八戒阴线。那么当前所有的震荡呢，都在这个八戒阴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我认为未来在跌破1100美金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同时呢，在周线角度上来看以太坊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前面有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那么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这是樊登读书会里说的，沙僧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如果跌破1100美金，周线级别就会有一个唐僧阴线的出现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那么如果这轮行情跌破1100美金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加速会出现一个平行于4到6月份的下跌我们的目标点位是在260美金。那我和会员的朋友抓住了这个 Luna C 的这一波涨幅怎样抓住的呢？方法非常简单。首先呢，就是把均线呢调整到5日、10日144日和169日。那么如果5日均线和10日均线分别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我们认为行情多头容易发生那么我们看15分钟均线这里面在12月22日也就是3天之前，这个位置上发动了一定的突破当时没有突破的时候，我感觉它会可能会有这个突破动作所以呢，我跟这个会员群朋友说到132以上可以买进，同时呢把止损设置在130突破之后呢，就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小日线级别。我们不是有这个5日均线、10日均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了吗？然后切换到小日线级别上，我们就可以把第一个目标位设置在14附近0.00014附近。到达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均线切换到4小时级别，这样呢就构成了我们下一个目标位基本上是在0.000158附近。那么目前呢，这个 Luna C 的行情从15分钟级别不断升级到接近4小时级别
通过均线这种做法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 K 线西游的理论啊，带到了均线系统里面啊，这样呢，你观察这个 K 线系统更加立体，因为我们本身 K 线系统呢，它是一个平面的2维的笛卡尔坐标系的系统啊，这里面包括了时间和价格，但是你通过时间级别的切换啊，让你思考的维度升级到3维的水平啊，那么再添加进入4条均线啊，这样呢，你就有进出场止盈止损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更容易在这个快速波动的这个熊市末期抓到这样的币种。同时呢，我们也有开发一个就是多空选币的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你很容易找到一些多头出现的币种它是实时的。那么当前通过这个体系多头币种，我们看到了这个主要是针对币安的有这个 Ocean、RLC、ELF、FET 等等这是4小时级别的，我们也可以看到15分钟级别的。那么通过这种实时的对多头趋势的一个抓捕动作抓到之后，我们再用这个各个时间级别的均线去进行分析，那更容易找到止盈止损位保住大部分本金的前提下，得到这个各时间级别的一个获利。那在掌握这种方法之后你可以对任意币种进行同样的操作但是都要设置止损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BNB 目前 BNB 也是在15分钟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上穿了144和169。那么在站上244美金之后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上涨。那么如果在244进场之后我们要设置一个止损位呢一般都设置在这个筹码密集区要设置在243这里因为我们看的时间级别比较短，所以呢止损位距离进场位置并不高并不远。那么这里进场之后，我们再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小日线级别，小日线级别我们就有一个目标位246这个位置是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如果突破146的话，再往上一步4小时的目标位呢，就要到达271要到达271，然后呢反复的把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最终呢可以切换到日线级别日线级别上方的一个最重要的阻力位就是286当然了，这里面只是举一个例子。对于 BNB 本身来看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已经看到了它的收敛三角形是这个结构是一个窄的收敛结构，并且呢在底部位置上我们可以找到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可以找到4次的等位置位于220美金这个位置已经出现，所以呢在接近交易点的这个位置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根据以往的结构呢 BNB 的价格容易回落到70美金附近这个70美金呢是由底部4美金和9美金这2个低点连接过来之后在70美金遇到了一个支撑所以呢当前对于 BNB 的大的时间结构还是看空的刚才对于均线的解读只是举一个案例这个和 Luna C 相互对比的一个案例这个 BNB 的结构呢有点像这个 EJLD 了目前走势但是 EJLD 它的结构呢是提前于 BNB 的。我们看到这里面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在底部它是有一个支撑点的这个支撑点目前已经发生了跌破这也是未来 BNB 可能要走的结构但是跌破之后，我认为对于 EJLD 这个币种本身来说，它已经不断的接近黄金区域底部位置出现黄金坑之后，横盘震荡的过程当中是我们进场的一个位置我认为整体来说比特币和以太坊它的熊市还没有完全结束第一轮的熊市就是摸底的这个位置
摸底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到达，价格也没有到达，等到达之后呢，各币种都会出现一个黄金坑的一个位置啊，那个位置呢是我们现货抄底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啊。那么现在呢，对于 EGLD 啊，我们说到这儿了，就把它说一下啊，当前已经跌破了一个$40的一个支撑位啊，跌破之后，我认为就会有不断的新低出现。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把10月7日这周当做悟空阴线。然后目前呢是在走8件阴线啊，因为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前面的这些 K 线呢要合并 K 线之后构成一组，这一组呢都叫悟空 K 线组。那么现在呢是8件阴线组，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对于 EGLD 就有沙僧阴线组、唐僧阴线组，最终呢完成它的周线级别的下跌啊。所以呢目前啊虽然它是一个黄金坑的区域，但不是抄底的时机啊，耐心等待它空头宣泄完毕啊，超级主力把这个筹码完全释放之后啊，再抄底。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